我重生在宫宴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当场拒绝了皇帝的赐婚，只因谢胜醉酒喊出贵妃小名，眼看就要株连九族，却当场跪求皇上赐婚娶我。贵妃小名叫阿嫣，而我叫林淑嫣。前世谢胜在这一日求娶了我，排除了危机。后来他扶持贵妃的儿子登基，自己官拜摄政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而我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挡箭牌罢了，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。如今重活一世，皇帝刚要下旨赐婚，我却先一步跪下澄清：皇上，臣女与谢世子并不相熟，另外臣女名字中虽有一个嫣字，小名却叫皎皎。谢世子方才所唤之人，并非臣女。话音刚落，谢胜和贵妃皆脸色煞白。酒宴刚刚过了一半，谢胜突然深情地喊阿嫣，这一句呼唤着实温柔。席间许多人听见，包含高处的皇上和贵妃。贵妃手里酒杯一抖，险些掉落地。皇上面色大变。大家皆知，贵妃的名字里就有一个嫣字，乳名阿嫣。谢胜真算是谢家少爷中最聪明拔尖的那个。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他酒意全消，起立求皇上赐婚。陛下，微臣已成年，想借着今天酒宴的机会，迎娶邻家千金为妻。谢胜的声音极大，好似是为了遮掩慌乱，特意扯起嗓子喊。我林淑嫣也恰好在宴会上。就在上一秒，谢胜迅速环视全场，把挡箭牌锁定我身上。上辈子也同样，谢胜为了逃避眼前死局，托我垫背，只叹皇上赐婚，林家根本没法拒。这回我抢先去解释，直接走出席位，跪在大殿的中心处，用更大的嗓门高喊：陛下，小女跟谢世子完全不熟。其次，小女的乳名不叫阿嫣，小女已有心仪的对象，恕我不能嫁给谢世子。估计谢世子刚才嘴巴里喊的绝对不是小女。大家安静，神态各异。贵妃绝美的脸庞僵硬了，皇上微眯眼，紧盯着谢胜，又偏过头扫视了眼贵妃，场面气氛冷到极点。谢胜绝非普通人物，他是大家族重金砸出的接班人。上一世，谢胜在今天求娶了我，成功化解死局。他帮贵妃亲子顺利当皇帝，一路平步青云，做摄政王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我难产的那天，做了太后的柳嫣儿专程出宫来，她戴满珠宝，衣着华贵，手里把玩着一把短刀，笑得极其猖狂。林淑嫣，全靠本太后施恩，你才嫁给了谢哥哥。他那天之所以求娶你，全都是因为你的名字中有个同音字。你从头到尾只算个打掩护的工具。你怀的头一个胎儿是他亲自动手弄掉的，他的儿子只能由本太后生。林淑嫣，你碰了不该碰的男人，本太后亲自送你下黄泉。居然是这样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拼命还击。在柳嫣儿刺我时，我死死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刀尖转了方向，直接导致她被自己捅伤。柳嫣儿精致的妆容瞬间失去了血色。敢谋杀本太后！你和谢生害我这么惨，我拉一个垫背的不过分吧？柳嫣儿，本宫还没……他不想死，那我呢？他和谢胜背地里偷情，凭啥要我付出代价？我死后，看到老对头霍少游得幸杀回京城，他用最短时间查清了所有真相。年轻将军单人单剑，把谢家搅得天翻地覆。霍少游哭着骂我，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？但他以前老跟我吵架呀，吵半天他爱我。到后来，霍少游处处和谢胜作对。25岁那年被诬陷通敌叛国，惨遭谢胜的毒手。我那时只是个鬼魂，啥也都干不了。估计是心中的怨气太重，所以老天爷让我重生了。我依旧跪在大殿内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谢胜急了，竟抓住我不放。阿嫣，别跟我闹脾气了，行吗？我不是喊你，还能喊谁？谢胜瞬间话锋一转，对皇上磕响头。陛下，林谢两家向来不和，阿嫣是林家大小姐，臣跟她从不敢公开走到一起，但真心相爱的人又有何错？他竟有脸瞎说！上一世皇上赐婚后，我就成了家族弃子。谢胜害怕别人查出来他与贵妃间的那些丑事，死咬定早就跟我私定终身。林家人不信我解释，我失去靠山，沦为了谢胜工具，甚至结婚后的夫妻同房之事也全是他用脚。我大骂他，谢胜却冷笑：演戏要演全套，我不能让心爱女人面临危险，所以不配合也得配合。我必须让皇上相信你就是我嘴里喊的阿嫣。此刻我找回理智，对皇上说：陛下，小女乳名是皎皎，这件事亲朋好友全都可以作证。我转头看祖母，此时我还不是家族的弃子，老太太自然护着我。她老人家立马站起，对皇上说道：陛下，老身孙女的乳名确实叫皎皎，从来没人叫她阿嫣。皇上脸色这会儿已经极难看，头顶好像冒出了一层绿光。谢胜刚想开口，我立马抢过话：小女与谢世子仅只有几面之缘，并且都是在公共场合中，小女跟他绝对没私情。估计谢世子刚才嘴里喊的阿嫣，其实是别人。说完，我非常刻意看一眼贵妃，
接着看向了皇后。贵妃年轻漂亮，极受皇上宠爱，皇后自是看不顺眼。收到我弟的眼色，皇后娘娘立刻就秒懂该怎么做。皇后故意说：“没记错的话，柳贵妃名字里就有一个嫣字。”皇后这么一领头，马上有妃子阴阳怪气。柳贵妃进宫当娘娘前，跟谢世子是青梅竹马吧？哎呦！该不会是谢家世子刚才喊了柳央娘娘乳名？事情发展到这地步，贵妃硬挤笑脸，赶紧往皇上身边靠去，紧搂住皇上胳膊，娇滴滴撒娇：“皇上，臣妾真什么都不清楚呀。”谢胜还在拼死狡辩，竟当众抓我的肩膀。别再跟我闹脾气了，会让旁边人误会的。我会说服长辈，发财大轿娶你。我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，推开谢胜，同时朝皇上重重磕了个响头。陛下，小女实在不知谢世子为啥认错人，更不知他为何非咬定跟我有情。但小女心里确实有喜欢的人了，正是霍家老四霍少游。皇上要是实在不信，可以下旨把他从边关召回来，亲自问话。我在赌命，赌霍少游这小子会承认。皇上微眯起眼睛，谢家势力可谓根深蒂固。柳嫣儿又是皇上最疼的宠妃，一时间皇上也没立刻做决断。行，来人，马上写封急信送去北京，把霍少游叫回来。朕今天倒要看看，到底谁想欺瞒朕。我非常淡定些恩，谢胜处境可就不太好了，脑门早冒出一层冷汗。晚上酒宴结束，谢胜拦住了我，他竟妄图说服我。我可是堂堂谢家未来家主，京城多少千金抢着嫁我。现在好机会就会摆在你眼前，你为何不干脆答应我？林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闺女，林家能给你所有的东西，我都能双倍补偿给你。我刚想张嘴反驳，老太太就走过来，她听见了刚才那些混账话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。谢家世子，请注意言辞。我们林家确实不止一个闺女，但也绝对不会自甘堕落到嫁进世代结仇的家族里。看老太太强硬护着我，我心五味杂陈。高门大户间的亲情大多都是以利益为重，我曾感到心寒，但能理解，像怨妇般悲伤毫无用处。既然家族这次愿意相信并且支持我，那就让家族成为我的后盾。谢胜不甘心，想继续纠缠，老太太猛地用拐杖重击地面。谢世子，你天天自吹是风流才子，总不会连自己的老相好都认错吧？老身孙女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从没有跟你私定终身过，你赶紧收起心思，休要纠缠。返回林家，我径直向爷爷讲，我做了一场噩梦，把上辈子经历的事大概说清，里面也涵盖谢胜弄垮林家的事。爷爷还有几个叔伯都气得拍桌。皎皎的噩梦虽然十分离奇，可是不能无视。今天酒宴，谢胜想迎娶皎皎，就是绝佳的证据。谢家实在胆大，难道是想扰乱皇室血团？爷爷，在我的梦中，真的看见小皇帝正是谢胜的儿子。谢胜错喊了贵妃乳名，他为了遮掩这丑事，特意求娶我，想托我与林家垫背。孙女只好撒谎，说自己跟霍少游早有感情。爷爷摸着胡须，若霍少游否认，你算欺君了。我倒非常自信，他绝不会否认。最后爷爷同意我的建议。你这丫头非常机灵，多亏拦住了皇上指婚。那谢胜实在下流，林家女死不进谢家门，那就趁着这机会收拾谢家。我点手，只要锤死了谢胜跟贵妃的无耻勾当，谢家这回绝对重伤。爷爷摸着胡子放声狂笑。行，太行！这回要是让谢家摔个狠跤，丫头你算是林家功臣。这一辈子酒宴散场，我的情况完全颠倒。前世家里丢弃我，当我是污点，可这回我便对家族有价值的人了。我懂得这世界的事基本都是这样。以前我单枪匹马斗谢胜，也曾对家里死心，可小女孩子的脾气发挥不了啥用处，我得全盘接纳，并且把眼前这些转成对我有用的资源。靠着家族人脉，我用极快的效率把谢胜跟柳嫣儿两人的艳史散布满京城里，里面还专门刻画了打情骂俏的片段，八卦小段子造得像模像样，像安了对翅膀般传遍四方。听说了没？谢世子跟柳贵妃是青梅竹马，有人就在东城杨柳堤撞见他两人在亲嘴儿。那一整排杨柳树就是谢世子特意给柳贵妃栽活的。柳贵妃还没进皇宫以前，经常跟谢世子暗地里碰头，有人在茶楼撞见这俩人呢。大家讲，孤男寡女关在屋里2-3个钟头呀，这俩人到底在里头干些啥呀？我待在茶馆听完，不由嗤笑。这回我偏要瞅瞅谢胜该怎么翻盘。我正听得乐呵，楼下爆发吵闹声，是兵马司官差在逮间谍。我一眼便认出了兵马司老大谢三郎，还是谢家人。动手，把蒋叔先生乱嚼舌根的戏子全部给我抓走！逮间谍是假，堵住人嘴才是真。一刹那，全城人心惶惶。闺蜜姐妹来看我，谢家四处在封人嘴巴，到那会儿
谢胜该不会硬逼我浅笑。谢胜觉得捂住路人的嘴就妥了，许多事越不给提，就越觉着诡异，越招人瞎猜。我肯定明白，光靠些八卦风声没法将谢胜跟贵妃咋样，但皇上的猜忌只要扎根，就会不断膨胀，迟早得全部炸开。在这期间，爷爷和叔伯们在朝廷狂踩谢家地盘，一眨眼，两股势力在朝堂干得热火朝天。谢胜慌了，全城风评都对他极差，谢家甚至想立马替换一个世子。还有待在边境的霍少游也快得到信件了，等不了多长就会回城。只要霍少游点头，他才是我心上郎君。谢胜欺君大罪，立马就垂死了。但谢胜哪能干等着死？他完全想不到这一世家里给我许多人手，让我可以随时盯牢他的各项行动。小的谢胜打算办到伏击霍少游，我马上带人赶去支援。小姐，谢家少爷雇了江湖杀手，他想把霍小将军弄死，哪怕到时候官府去查，也赖不到他身上。没错，谢胜做事滴水不漏。既然这样，我也跟着照做呗。砸大钱招募了武林高手，赶去搭救霍少游。大户人家养的家丁和死士，自然打不过混江湖的绝顶高手。谢胜，这局死棋，瞧谁笑到最后。我在城里枯坐等信，直到几天后，手下人拖回一个满身淌血的男人进屋，我险些没认出霍少游。小姐，命是抢回来了，可伤口极深，此刻闭眼不醒。谢少爷这回掏空家里，甩出好几批杀手，死要追砍霍小将军。凑近瞅见霍少游的惨样，我攥紧拳头，是我把他拽进死局的。对了，主子，还有个事儿，霍小将军在关外听见您的事儿以后，彻夜狂抽马鞭赶回，路上都没喘口气，身边也没留几个护卫，这才中了暗算。我一僵，胸口像被什么用力撞开，脑子里猛地闪过我跟霍少游的旧事，林霍两门，一文一武，本来没半点牵扯，可我的大姑嫁给了他的小叔叔，两家结了亲家，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他自小就死逼着我喊他去表哥哥，我不干，掐着他叫表姐。他老爱跑来惹我，每次碰见我，不是拔我的发簪，就是扯我的头花，等长高一点，还会抢我手里咬了一口的糕点。我们是从哪天开始不讲话的？估计是从2年前的春季宴起头。我爬上石头捡风筝，脚底一出溜，笔直砸向地面。可是我并没有磕破皮肉，反倒身子底下压住个人。那天我的嘴蹭到了霍少游的脑门，他那张俏脸憋得通红，粗着嗓子低吼：你搞什么？我猛爬起，霍少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当这事压根没发生过。他猛地瞪大眼睛，死盯着我。我挠头，发火了，我砸痛你了。你的腰男孩鼓起腮帮子，两只长眼死剜了我。那天开出的红花都没他脸蛋艳。最后霍少游重重喘气，林淑叶，你简直是个木头！他甩手就跑开，只留给我一个倔强的后脑勺。算起那天，两人已经2年没见，我亲手替他剥下血袍，捏着布巾一点点擦血，看他浑身打哆嗦，还特意凑过去吹凉气。这时床上的人慢慢掀开眼，他长满胡茬，像死跑了几天。我猛乐，霍少游，你醒啦！这男的早脱了从前的毛头样，脸颊绷得死紧，五官线条像刀刻的。他死白的皮迅速浮起红晕，结结巴巴扯谎。你是谁？我这是全忘了。我把大夫拽到门外盘问，大夫拍胸道：霍小将军连夜狂奔，数日没合眼，拉炉的牛都没他累，加上他身上被砍出烂肉，鲜血流干，这才痛到断片。但是他脑袋没破，骨头里面没血块，照常理不该全忘光。我心里敲起算盘，再进屋里看霍少游全身上下紧绷，耳根连脖子也烫出大片红印，再看他死抠床板的脚趾头，我全懂了。他在装失忆，是不好意思面对我。隔了一世重逢，我很开心，便动了捉弄他的念头。现在他身上仅剩一条衬裤，那地方一眼看去鼓鼓囊囊的，怪不得他全身紧绷，两腿并拢，躺得笔直。少游，你醒了？你忘了我是谁？我是舒嫣呀。霍少游眼神闪躲，两手贴紧身侧，死抓着身下床单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长话短说，真假参半扯了一通，专门强调早已定情。你原准备这次回京就娶我，谢世子在皇上面前撒谎，硬说他跟我是一对爱人。你这次回京是皇帝下令让你回来当证人。霍少游的嘴角非常僵硬的抽动几下。你是说你跟我才是相爱的人？我凭啥要信？你有啥证据？我笑着贴近他面前，一只手摸向他的胸膛，感受着他有力且快速的心跳，故意吹气。少游，咱俩打小就认识，你要啥证据？你老是偷偷摸摸翻进我院子，你都忘啦？你还最爱爬我家的墙头。这番话也是真假参半，爬墙是真的，闯闺房是假的。霍少游大喘气，他像豁出去了一样，死盯我的眼睛。你讲的证据不足，你敢不敢亲我一下？好家伙，装失忆也就算了，还敢用激将法，这有啥不敢的？下一秒，霍少游自己先怂了阵脚。我就是随嘴一说，你不乐意也没关系。我直接封死他的唇，四目相对，霍少游眼珠瞪大，他浑身开始发烫。我刚准备起身，
后脑勺被人死死按住。霍少游的攻势很生硬却很霸道，我两人正在互相试探，门外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啊！我啥都没瞅见，你们进去！你们这些大人真不分场合，太不成体统。爹娘是这样，堂哥跟表姐也这样。”来的人是霍昭昭，是我小姑跟霍少游小叔生的闺女。霍少游终于松开我，他本来缺血煞白的脸已经红成熟透的龙虾。大夫走进去摸脉，啧啧惊叹：霍小将军简直像吃了仙丹，脉搏猛得像老牛。但是毕竟身上带着外伤，还必须小心养着，千万别剧烈活动。霍昭昭凑近，满脸嫌弃：爹娘派我来探望堂兄，还交代让堂哥务必配合表姐与林家，绝不能违抗表姐的命令。表姐让堂哥干啥，堂哥就必须干啥。我抿着嘴偷笑，可让我没算到的是，霍少游装失忆装上瘾了。他心里清楚，我得靠他去皇上面前作证，他才是我心上人。他趁着机会故意占我便宜，我替他涂药，他痛得发出嘤嘤嘤。角角，我身上划出这么多伤口，你以前也这么温柔照顾我吗？你怎么不帮我吹吹了？我帮他换衫，他直接瘫在我怀里。角角，你以前对我讲过哪些肉麻情话？现在赶紧说来听听，没准能帮我找回记忆。我催他回将军府，他满脸哀怨。我伤势太重，随便乱动不利于长肉，我得赶紧养好病，才能去皇上面前作证。我原本打算借着霍少游的伤状告谢胜花钱杀人，但正如我预料，杀手全被灭口，根本查不出跟谢胜有关。爷爷跟叔伯商量大事，也拉上了我。以前只有家里哥哥们才有这资格。角角，霍小将军再过几天就能进宫面圣，到时候谢胜绝对还会使出其他毒计对付。我抿嘴一笑，抛出个惊天大料：爷爷，各位叔伯，角角派人暗地里查了谢家男人的特征，你们仔细看看，到底准不准？我双手呈上卷宗，几个人看完脸色狂变。伯父兼任少父的官职，专管宫里皇子的教育，几位皇子的身体特征，伯父最是清楚不过，连爷爷也流露出震惊表情。此事关系到皇室的血统，事情极大，角角要有十足把握，才可以捅破这层纸，否则万一皇上震怒，对林家大大不利。我懂，爷爷全是为了家族利益去打算。我点手，爷爷放心，孙女正接着找人证呢。几天后，到了霍少游该露面出场的时候，他好像极度没安全感。进宫之前，他猛地将我按在马车厢壁上，他高挺的鼻梁差一点就要撞到我呢。角角，我进宫做完证以后，你不会过河拆桥吧？我提前警告你，只要在皇上面前公开了咱两人的关系，你就绝对不能反悔。我也是要脸面的，更是个很传统的男人。我全身上下都被你看遍了，你必须尽早对我负责，别让我干等太久。男人的青春年华也就这么几年，是吗？我心里有点打鼓，但还是顺着他的意思。好，谢胜一垮台，咱俩立刻结婚。霍少游狂喜，真的，你真肯娶我？皇上高坐龙椅之上，他目光扫视全场众人，眼神刻意在谢胜身上划过。柳嫣儿是个大美人，进宫后极受皇上的偏爱。前阵子朝廷许多大臣上奏，提议把柳嫣儿生的五皇子封太子，其中呼声最响的正是谢家那帮人。可这阵子以来，谢家人里再没谁敢提这茬。皇上，霍少游，你来仔细说说看，你跟林淑烟到底是啥关系？霍少游瞟了眼谢胜，那眼神恨不得生生剐了他。禀皇上，臣跟角角早就私定终身，臣原准备这次回京就去林府下拼，只可惜万没想到，竟有小人想毁掉角角清白。皇上眼神一冷，贵妃死揪着手帕，哪怕脸上涂了极厚的脂粉，也遮不住一脸倦容。谢胜今天的脸色始终很阴沉，他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，身上冒出一股权臣的狠劲。陛下，林淑烟跟微臣也早已互生爱意，臣说的全是真话。那天酒宴上，臣嘴里喊的人就是他。皇上微微眯起眼，哦，谢爱卿，你有何证据？林淑烟为啥死咬定霍少游才是他的爱人？谢胜表面上极其坦荡，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算计之内。林淑烟跟微臣闹了矛盾，正跟臣赌气呢，只是因为微臣看光了他的身子，却没能赶紧去下聘。皇上要是不信，微臣能准确报出他身上的私密胎记。霍少游听完这话，当场跳脚大骂：谢胜，真不要脸！我心头猛地一紧，我身上的确长了胎记，清楚这事的人，还活在这世上的只有我的奶娘。她待我像亲生闺女，上辈子她是唯一对我死心塌地的林家人。陪我嫁进谢府后，为了帮我逃跑，她被活活打死，奶娘绝对不可能出卖我。再次对上谢胜阴冷的眼睛，我几乎能断定，现在的他也同样重生了。上一世他拿我当禁蛊，自然是看过胎记。谢胜轻声冷笑：你的乳名确实叫角角，可你也私下里对我说过，让我改叫你阿烟。你身上的私密胎记，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，怎么可能看？你听话点儿，别再跟我闹脾气了。我下个月
就去林府下聘，好吗？我紧紧闭上眼睛，要是让宫女检查身体，肯定能找到我身上的胎记。谢胜这是有备而来，直接不认这胎记，没有任何意义。等我再次睁眼时，迎着谢胜得意的冷笑，我也扯了扯嘴角。说到私密特征这事，我也知道谢家嫡系男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小拇指和无名指长得一样长。谢尚子一口咬定，那天酒夜喊的人就是我。难道不是为了包庇某些人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柳贵妃的乳名正好是阿嫣。我直接甩出重磅炸弹，之所以让霍少游回城作证，就是为了趁这段时间收集证据。谢胜脸色果然狂变，再看到贵妃，他已经吓得脸色惨白。皇上皱起眉头，死死抓着龙椅扶手的那只大手，一点点收紧。我没给谢胜反咬一口的机会。小女听过一个评书故事，故事里面一个大官为了搞乱皇室血统，跟后宫娘娘偷情，等那娘娘生下他的种，他就拼命推着儿子当皇帝，而那个大官就做了干爹，不光大权独揽，还霸占了太后。我这番话给皇上极大的瞎想空间，贵妃根本没绷住，扑通跪地。皇上，林叔也是瞎扯，臣妾冤枉啊！皇上，我冷哼，贵妃娘娘，我哪句说过你就是故事里的妃子？你心里要是没鬼，干嘛非往自个儿身上套？谢胜前世大官做久了，现在也难改张狂，竟当众。林淑烟满嘴胡言，敢乱说皇室血脉，心思恶毒，快将他处死！霍少游立马挡我身前，我却把他往旁边拽了拽。我极为满意的笑，这对神经病总算要露出真面目了。我回嘴，谢家世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心上人，那为啥你又求皇上把我谢胜吓得脸惨白，刚才的嚣张劲全都没了。眼下他还没当摄政王，更没能权倾朝野，他的死活全在皇上的一张嘴里。我对皇上抱拳，陛下，皇室血统不能儿戏，何况五皇子还是太子备选者之一。小女虽无官半职，但也是大钱百姓。小女求皇上严查，保这血脉干干净净。事已至此，皇上早没有回头路。他斜瞪一眼贵妃，就像看一具尸体，当即下令：来人，把五皇子给我带过来！另外，去叫太医院院判。贵妃吓得身子瘫软，眼泪汪汪望向谢胜。谢胜根本不敢看他，还在做最后死扛，可他后背已经冒出了大片冷汗。没一会，五皇子被拉过来，他被喂得胖嘟嘟，两只小手全是肉，可一眼就能看清小指跟无名指的长度差不多。皇上看清楚以后，又朝院判使眼色。滴血认亲。滴血以前，老院判特意说了工具。陛下，普通滴血认亲不可靠，可臣这儿有一种奇药，能让亲生骨肉的鲜血融合。院判这话刚落地，谢胜最后的硬气也垮了。宫中侍卫死死按住他肩膀，割烂他手指，又抓来五皇子，划开手指，滴下鲜血。只见瓷碗里的两滴血像被啥吸住一样，很快就融合在一块。皇上脸色阴沉，狠狠一脚踹在贵妃心口窝。贱妇，这小野种压根就不是早产。以前朕也觉得邪门，为啥6个月的早产儿竟然比足月孩子还要大？搞半天是你进宫前早就怀上的野种。我借机赶紧添油加醋。陛下若接着严查，肯定能发现以前接生婆、宫女、太医这会儿全不在人世，这些人没有任何例外，全都是死于非命。世上绝没这么巧的破事儿，唯一的真相就是被灭口了。皇上眼冒凶光，贵妃吓得直吐鲜血，死盯谢胜。谢胜死死闭上眼，仰起头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全完了，这回彻底全完了。”猛地睁眼，谢胜冲皇上拼命砸响头。陛下，微臣也是一时脑热，是柳嫣儿，是她进宫之前勾引微臣，是她死皮赖脸非要献身给微臣。柳嫣儿当场傻了眼，活像压根不认识谢胜。为什么，胜哥哥，你为啥非要这么乱讲？分明是你亲口讲，对我实在舍不得，不甘心让我进皇宫。那天晚上是你死死缠着我不放手的。你瞎扯，休要毁我好名声。胜哥哥，是你亲口讲，非让咱俩的孩子当上皇太子。你现在难不成是想反悔缩头了？可这一切破事全是你一手安排的呀！你绝不能把所有的黑锅全都甩到我一个人的脑头上。五皇子大喊大叫，哭得满脸全是泪水。皇上听得极其烦躁，一把抢过侍卫长剑，亲手砍死了这个巨大耻辱。柳嫣儿看着血腥场景，边哭边狂笑。本宗生的儿子肯定当太子，往后也会是当今天子。沈哥哥他老早就发过誓，绝对能让本宫做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皇上怒吼：“来人啊！马上废除柳氏贵妃队，把她给朕扔进冷宫。至于那个谢胜，直接五马分尸。”谢胜面若死灰。就在我暗想所有事情都该落幕的时候，谢胜突然吹起一声尖哨，潜伏在皇宫里的死士
卷举着剑杀了出来，这纯属是狗急跳墙了，把谢家藏在皇宫里的死尸全叫了出来。谢胜硬杀出皇城，他跑了。皇上到了这会儿才察觉，皇宫早被世家塞满了眼线。另外，因为皇上的疑心发作，又把剩下几位皇子全都验血，到最后居然仅仅只有小公主是他的亲种。皇上极度暴怒之下，直接中风瘫痪，命悬一线，全靠灌人参汤吊着最后一口气。朝廷上下全乱了，各大氏族心思活络，每家都盘算推个听话软柿子当傀儡皇帝。林家当然也一样，我跟爷爷出主意，小公主是皇上亲生的骨肉，生母是宫女出身，没娘家人撑腰，咱们林家只要捧小公主当皇帝，这大钱的江山往后全凭咱们林家人说了算。爷爷沉默思考好半天，但小公主终究是个女娃，火图的恰巧是女人上位。这小公主若坐上龙椅，我眼馋的那女侯爷位子还算难。爷爷，凡事都有魄力，小公主咋就不能当女皇第一人？与其去皇室那帮贤王里扒拉人，不如直接去选没人在意的小公主，她最容易被咱们拿捏。为了彻底打动老头子，我扯出霍家。爷爷，我会跟霍少宇火性成婚，两家的亲家关系绝对更铁，咱们两家一文一武，死死抱团，绝对能护小公主顺利接皇位。爷爷，这可是咱林家翻身的绝好机会，百年都难遇。真要是放跑了，可就再没这好机会了。爷爷最后被彻底说服，皇上昏死这阵子，爷爷拉拢全家族的力量，硬推小公主当了皇太女。就在此时，谢家对外放狠话，跟谢胜恩断义绝，把他直接踢出族谱。这纯属是汽车保帅，逼谢胜一个人把所有黑锅全扛。谢家背后关系网太乱太深，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法全挖掉。我手下搜出谢胜那会儿，他已经被霍少游死堵在城外的一条烂巷里。谢胜浑身上下全破破烂烂，哪还有上辈子那权臣的一丝贵气？霍少游的鞋底正死踩谢胜脑门，谢胜活脱像条流浪野狗，死趴在地。谢胜，连小爷我都舍不得动一指头的人，你竟敢差点毁他一辈子！小爷我今天就亲手弄死你！我出声死死拦住霍少游，先别，就这么一刀砍死他，太便宜这狗了。霍少游这才很不爽的挪脚，他把这烂人扔给了我，我顺手摸摸这男人俊俏的脸。少游听话，我得亲自收拾他，你别跟着瞎掺和了，赶紧先回家。霍少游现在简直言听计从，生怕我会拒婚。我叫人把谢胜拖进小官馆，谢胜居然还想不要脸骗我。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看在上辈子份上，难道你就真不念一丝旧情？他竟好意思说，我硬灌他喝下软骨药，又安排人手割断他手脚筋。谢胜，你现在已沦为谢家丢的垃圾，被自家人一脚踹开的滋味，你感觉爽吗？我绝对不让你咽气，我要让你叫破喉咙也没人理。你上辈子对我干的恶心事儿，我一分不少全砸还给你，你就用下半辈子好好品尝吧。顺带提句，要是让谢家打听出你躲在这种卖身馆里，谢家人绝对会挖空心思灭口。你往后最好给我老实趴着做狗，一直熬到被活活痛死。谢胜那副长相还算能糊弄人，总共卖了100两银，我转头就把这笔卖身钱全撒在城外乞丐窝里，这事又怎么不算是在积德？皇太女正式册封那天，老皇帝死掉了，这里肯定有爷爷的暗算。对这我根本没空去管，就像前世家里算计得失丢掉我完全明白，人心向来这样。因此爷爷问我想要啥赏赐时，我开口要女侯，爷爷猛震，叔伯们全抓破脑袋，我却花1年时间把他们说服。靠着前世记忆，我跑去江南道发粮，亲身去灾区拯救难民，测出大地震，让民众提前跑路，我的名声到处传开。仅1年光景，林淑烟这3个字彻底名扬四海。爷爷现在是辅政大臣，他瞅见我的拼命跟功劳，这才点头答应，发誓拼死扶持我去做女侯。奶奶费解啊，你跟霍少游马上成亲，还是个女娃娃，为啥非要当女侯？我微笑闭嘴，只因上世我早就尝透了弱者的悲剧，我绝对不再让自个变作废物人，更绝对不指望有谁白白来疼我。哪怕真到某天，家族照样会在利益算计之下踹开我，起码我还能活命，能做自个的靠山。见女皇带头，我做女侯这事根本没遇到大阻碍。我在京城里最热闹的地皮买下了自个的宅院，搬家头一晚，霍少游就翻墙了。他胸口还揣着一个竹筐，里头放满针线跟红布。他把包裹甩开，单手捏紧袖珍，另一只手扯住红布，架势一板一眼。娇娇，我请了江南镇的顶级绣娘，逼她带了我足足3月，我绝对亲手给你缝嫁衣。还真别提，他缝出来的水鸟极其生动漂亮，这双拿刀砍人的手捏住绣花针，竟半点不违和。你为啥非亲自缝？角角都当女侯爷，我还不得拼命去巴结？另外，兵书讲，亲手缝的喜服能护咱人白头到老。最关键是，别家少爷懂的我全懂，别人搞不懂的我更懂，我绝对独家。我捂肚子狂笑。霍小将军，你怎么不接着装断片？霍少游脸长通红，烛光照帅哥，越瞅越喜欢。我如果不装病，咋敢直视你？以前呢，咱2人成天鸡飞狗跳，
我还真不适应跟你做恩爱夫妻。我撑脸死盯着他的帅气。那现在呢？霍少游突出的喉头抖了抖，咱两人眼神死磕，温度也马上烫了。他扔掉细袖针，猛地扑倒过来。角角，我从前天天去搞你，那全是为了死抓你的眼球。大老早以前就看上你，成天做梦都想亲你。我死了他的脖子，借劲把他朝软床上拽了拽。霍少游，绝了！我也想。10载后，女皇15岁，我做了御前红人，真真正正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朕清楚，当年是你死命猛推朕，你帮朕上位翻身，朕赏你万世功名。提到林家，我没有特意死踩，但也不会拼命硬跑。对我来讲，家族跟我也只是互相利用罢了。